All right. Hi, hello everybody. Hi，第一个我要先说声抱歉，就是关于就是那个，上个礼拜五原定是8点要去做这一次的这个直播，但是嘿，something happens，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声音出不去，然后我真的非常抱歉。OK，好，那当然，我也就快速移到今天下午1点。OK，好，所以还是要跟你们说声抱歉，对不起。那不过在这里嘞，这一次我一定要秀这个 Spectral Layer Pro。so cool，但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先就是跟Kevin Stanley 我这边看一下哈，Help about，没错，我现在就是用 Spectral Layer Pro 10，然后你看我的滑鼠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是看得到看不到，但是 Kevin Stanley 他就是我们的就是在 Stanford 的窗口技术部门窗口，然后嘞他自己本身也有做过后置啊，然后也有做过音控，非常酷。酷 guy Kevin Stanley，那也非常感谢他这一次，让我先事前使用 Spectral Layer Pro 10，让我能够给各位介绍这个里面的未来 Future AI 技术，真的超酷到爆！I have to show you that。但如果说你们还没看，就是你们还没看这个月的，就是我所做的，一样是 Spectral Layer Pro 10，那一定要去看。OK，好，那我之前所做的就是 on mix，OK，on mix song drums，就是有办法可以把一首歌去把它分开来。分开来就是把里面的乐器那些都分开来，而且还可以在里面去做音量的增加那些之类的，真的非常酷。Alrighty，OK，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就是另外一部分，因为上次都在讲 on mix，今天我们讲到 process，OK，好，那我们会讲到关于是voice denoiser、noise reduction、reverb reduction、reverb match、ambience match and EQ match. It's really cool.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so cool. All right, OK，好，所以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进入，然后就是进入主题，然后嘞，我会一边操作，然后一边也把一些就是以前我们所用的方式，以及跟现在到底是有什么样子不一样，还有一些概念原理。OK，好，really cool。OK，好，所以一开始来说的话，我先做的事情就是我先走，就是先开一个档案。OK，here we go。Noise reduction。OK，我们一开始就先测试关于它对于就是除杂声。OK，它就是它的result 结果有多么的惊人。OK，I love it，I love it so much。OK，好，所以一开始来说的话，我们先用 process 底下一个叫做 voice denoiser，voice denoiser。那这个来说的话，它是直接就先帮你除掉底下的杂声。那当然，嘿，为什么要直接跳到这边来的？No No，我一定要先做这个。OK，好，所以看一下哈。OK，按 play。接下来这个测试是给 noisy reduction，noise reduction。那经过了 noise reduction 的处理，杂声就应该会小了很多。OK，所以你刚刚有听到关于就是那个底下有一个很奇怪的底噪啊，一个高频那些之类的。OK，当我讲到这些之类，可能有些人是一开始就是没有碰触过的，我大概要解释一下关于频率，那它英文叫 frequency。OK，好，那一旦我讲到频率，其实上过我的课的人。
都会知道，都会联想到 EQ equalizer 等化器。equalizer 哈 equalizer 基本上嘞，它就是这个等化器就是调整你声音本身的音质。我们每一个无论任何一个声音都是由低频、中频、高频结合起来。那你看我这滑鼠在这个地方，这边有20K，然后这边有200，OK， 好，所以这边是低频，再来中频，然后再来这边就是高频，OK， 好，那没关系，如果说还不太清楚这些之类的话，OK 了，还不赶快到另外一个所教的喝彩补习，我要喝彩设计学院，然后来如果有体验课程，不要忘记踊跃参加，OK， 好，那。但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现在的滑鼠这个部分哦，我先把它画出一个范围出来，然后嘞，我这边用就是循环，所以我们可以先听一下它的杂声是什么。OK，所以你刚刚所听到的就是我底下的底噪，呃还有一些就是高频的机器的声音。那这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在使用麦克风的时候，麦克风太接近电脑了，或者是旁边有一些机器干扰。那有时候真的会是这个样子。尤其如果你在现场录音的话，就是如果说是跟剧组啊现场录音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也会收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该怎么去除掉这个杂声。OK， 好，所以一旦我 identify 就是我确认好说这个就是那个杂声的时候嘞，你看哈，我接到 process，然后 voice denoiser，OK，好，那这个嘞，你看一下 background，这边有 background noise music other voice，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去掉的是杂声呢，还是音乐，还是其他人声？OK，好，那它的像说，music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是在像在 KTV 啊，或者是在蹦迪，我嘞，我怎么讲蹦迪嘞？如果说是在夜店，OK，那个当那个音乐非常大声的时候，其实你用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个音乐大到已经盖住几乎所有人的声音，那你再用这个去除杂声的话，基本上应该会非常难。OK，所以这个通常都是用在于像是如果说是有那种微微的音乐的声音，像是如果你是在咖啡厅啊或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有听到一些可能西林式喇叭出来的音乐或什么之类，那个除掉的话应该都可以。OK，好，那 other voice 我刚刚讲到就是其他人声。OK，好，那 reduction ratio 就看你要去掉多少。OK，那这边就是写说 reduce background 或者是 reduce signal。OK，reduce background 就是 reduce 那个你要的，刚刚这边选择到底是杂声音乐还是那个其他人声，或者是另外就是 reduce signal，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可能会出现的不是就是说有可能你想要取得现在的环境声，但是总是有人在那边讲话，有的没有之类，所以你可以去降降掉，哇塞，无降，OK，好，就可以就是去掉一些就是里面的人的声音，就是讯号，OK，好，signal 就是讯号音讯，OK，好，所以你看呢、我现在做一件事情，我先把它摆在旁边，然后嘞，我留这一半。当做是等一下去听到最原始的，以及这个我去把它除掉。OK，好，嗯，你看哈，我这样子圈起来，然后注意看这些，注意看这些东西。刚刚你看我把它圈起来喽，有没有看到这些？OK，好，那这些都会是杂声，这个就是人声。OK，好，所以为什么杂声它并没有就是
这么高到这边来 ，OK， 因为它是底噪，所以在这个底下，所以这边我就按 Apply， 然后这边就出现小视窗，哇哩嘞，有没有看到？跟刚才那个比起来，这有没有看到？刚才原本这边有一条线啊，然后底下都是就是有覆盖到啊那些之类的，但现在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听一下。接下来这个测试是给 noise reduction，那经过了 noise reduction 的处理，杂声就应该会小了很多。哇哦！接下来这个测试有没有听到后续那个杂声是没有的？OK， 好，就是它已经被去掉大部分了。那这个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酷的 future AI 未来的 AI？那是因为这个无论如何你用多少次，OK，它只是确保你的杂声被除掉，但它不会去动到你的人声，就是它不大会动到它，所以这个是跟以前我们所使用的是不一样的。以前它是就是继续除、继续除、继续除，也把你的人声都除掉。所以你看，如果再做一次这样子，然后 apply 一次，然后你再注意看这些哦，这些小小的东西。好，我再按一次 apply。有没有看到它又再继续往下？然后我们再听一次 reduction。那经过了 noise reduction 的处理，杂声就应该会小了很多。有没有听到？超酷，酷到爆！ OK， 好，那这个 voice denoiser 就是给你直接就是大部分就除掉你的杂声啊，除掉你大部分的杂声。我的文法是错的，对不起。OK， 那我可以把这关掉，然后我用另外一个 process， 然后 noise reduction， 这个又跟它不太一样了。那什么样不一样的法呢？那我们来点 OK， 然后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多出来这个？这上面就是写着 register noise，register noise，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帮你把你要除的杂声去记录进去 ，OK， 然后它就专注在于这些杂声，而不会乱除掉其他的东西。那这种会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 scenario 去使用这个 noise reduction？就就类似于像是，如果我们在拍一个访问片好了，一个采访好了，然后嘞后面刚好有些人在推除草机，然后嘞又加上在访问的时候，然后麦克风里面会有一些奇怪的底噪，那当然我们要去掉是底噪，抱歉，要除掉一些底噪，然后嘞我们不要它除掉那个除草声音，因为后面就是等于说这个采访可以看到后面有人在推除草机，那如果除掉除草机的话，会觉得很怪，OK？所以我们要除掉就是麦克风本身上面的底噪杂声，所以你看哈，这边我就要先抓好，我要抓好到底那个杂声是在哪里，就是刚才我稍早所圈出来这个地方。OK， 好，是这个，所以现在我确认这是我要除掉的杂声，然后我点 Register Noise。Well，你看这边就已经记录下来了。OK，然后这个 Preview 是你可以去点它，然后去听，说到底接下来你这个杂声还有没有？但是我不敢按 Preview，因为如果你有看过我这个月的，就是那个 Lewick Spectral Layer Pro 关于 On Mix 这部分。当我按 Preview 的时候，我的电脑就宕机了。OK， 好，I'm not gonna do that。OK，Sorry。然后呢，Bypass 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如果你听 Preview，然后你再点这个 Bypass，OK，好，Bypass 就是不经过这个效果器，不经过这个Noise Reduction 会是什么样子？那就是原汁原味了。OK，好，Anyway，好，这边 Tolerance。3dB，那 tolerance 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就是到底它要除掉多少 tolerance，你可以容忍它除掉多少
OK， 好，然后嘞，这边 reduction ratio 就是说是在这个 tolerance 这个里面，你要它除掉，你要它除掉多大？然后嘞，reduce noise 跟 signal 又一样了，这是 reduce signal，就是除掉里面的任何个其他的，就是比较是，如果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会除掉我的人声。那当然我们不是要这样做啦，对不对？我们是要除掉noise，所以你看哦，我这边按的，我这边我不能乱来，等一下，我要这边，然后呢画一个范围出来，然后一样，你有没有看到这条线？有没有看到这些东西？OK，这些都会是杂声，所以你看哦，按 Apply，你会发现到刚才有的现在不见了，我可以再按一次，OK，好，然后嘞，我现在就直接。这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我可以把这打开，又可以听，OK，好，因为之前有些就是你一定要按 Apply 关掉，你才可以听。所以你看一下哦。接下来这个测试是给 noise reduction。那经过了 noise reduction 的处理，有没有听到？超酷，酷到爆，right？那这个 noise reduction 就是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就是选择到底你要记录什么样子的杂声，然后嘞去把它除掉。Now that is cool. That's future AI. OK，好，真希望我可以在这边直接加我的那个 future AI，然后加那个你知道 reverb 参响跟 delay 延迟这样。Future AI，OK，好呀，你应该会想打我了。OK，好，没关系哈。来，我先把这关掉，然后嘞，我们现在进入到另外一个，OK，另外一个也很酷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先把它关掉了。Nope，OK，好。然后这个部分嘞，我再去打开，像说看一下哈。现在我想要做是reverb reduction，OK，就去掉那个空间声，所以我点它一下，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是原来的声音，原来声音测试，测试123，有听到一些空间声。那这是处理过后的测试123，123，测试123。OK，这个就不是听到一些空间声了哈，这根本就是听到了，根本就是有。OK，所以你刚刚有听到这些空间声，然后你看这边有没有看起来很像是被风吹的感觉？你看这个地方，其实它有一些毛毛的，然后顺到这个方向，这个都会是说是因为你后面有余音。那残响就是空间声。OK， 好，残响的英文就叫 reverb，OK，然后你会有这些 reverb 这样子，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哦，我现在一样，我就是把这个圈起来，OK，所以我不除掉这边，我除掉这边，OK，然后到 process，然后 reverb reduction，well，来看一下 type，这边就是说是要除掉 voice 的空间声呢，就是人声空间声，还是要去除掉其他的空间声？也许像是可能 drum 或什么之类乐器那些之类的。OK，it doesn't matter。然后嘞，我这边就看我到底要 reduction ratio 到多少，我到底要除掉多少。然后这边又是一样，我到底是要 reduce reverb 还是要 reduce signal？当然，我们要删掉是什么嘞？Yes，就是空间声。OK，所以就这样子。然后我按 Apply，然后你再仔细看一些这些虚线，有没有看到这些虚线，对不对？虚线，然后我就按 Apply，然后这边就会跳出来一个小视窗，然后我们看一下，哇哦，有没有看到这些虚线？OK，这些虚线开始慢慢没有了哈。然后嘞，一样我把它移到旁边去，好，我移这边也可以，然后我就按 Play。那这是处理过后的测试123，123，测试也 OK，跟这个比没有除过的，有听到一些空间声。
OK，这个比较明显，这个还是有的哦。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把它圈起来，然后嘞，这一次巴拉冰巴拉 boom 拉多一点90，OK，然后 apply，再仔细看这些东西哈，按 apply，让我们来看它到底出了多少。哇哦，几乎是没有哎。好，我们听一下。那这是处理过后的测试123，123，测试123。OK，然后我们再听这边，有听到一些空间声。哇，有没有听到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超酷的，酷到爆！不过嘞，这里有个小知识要跟你们说一下。那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在空间里面在讲话的时候，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声音啊，有没有看到这些？有没有看到这些虚线？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声音已经被这个 reverb 被扩散出去了。也就是说，原本我的频率，我的原本主要的声音是这么饱满，但是呢，因为我是在空间，在空间底下讲话，所以就是大空间底下讲话，所以我的声音其实已经被 reverb 拉走了一些。OK，所以你在听我的声音的时候就不会这么饱满。OK，好，会少掉一些，但它不会造成失真。之前其他软体都会造成失真，OK，就是非常失真，听起来有点怪异，但这个至少有除到一定的程度，OK，但是到这样子的话，你后续如果你还要再除掉一些东西，我会建议直接拉到像是 Nuendo 里面，OK，然后嘞把它后面把这些空格，OK，好，都删掉，因为这样来说的话，就是你可以确保说这个声音是聚集在一起，但是呢，你也把后面的语音真的就是就是用剪辑的方式把它删掉。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看你要怎么去做。如果真的你试了很多次，它太失真的话，我非常非常建议你不要这样做。OK，好，好嘞。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reverb reduction，so cool 哈，对不对？酷吧？还不敢说对。好了，我知道我也听不到你们声音。All right，all right，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把它关掉。然后嘞，我们要试另外一个东西，很酷的东西。OK，好，我们要试另外就是说，reverb match 跟那个什么那个 EQ match、ambience match 我会需要在 Nuendo 里面去做，但是EQ match 跟 reverb match 我可以在这里做。很酷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是，就是说，接下来这些都是会跟声音后置，像拍微电影或电影这边是有关的。那假如说，假如说在现场录是在地下室好了，right？然后嘞，讲什么话之后嘞，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导演觉得，哎，另外一个人他讲的这个，我们可以再修改一下，会变得更好。OK，那会请那个人重新到录音室里面去做 ADR。那这个 ADR 嘞，我也有在那个牛恩斗大使里面系列里面有讲到 ADR，而且 ADR panel 在牛恩斗里面基本上它是内建的，如果其他的软体基本上是需要去买的。OK，所以受酷。好，那这里嘞，我要试着把什么嘞？我现在直接开好了，开给你们看好了哈。抱歉，我一直都会有的声音，抱歉啊。OK，好，我这边先按 No，然后嘞，一样照样，我先确保我有抓进来是对的，所以 No，这个 Reverb Reduction 就刚才那个同样的，然后我看一下，应该是这个吧？对。然后这边就说 ，Do you want to import the files in a single project？ 就是你拉那几个是不是要放在同一个专案里面？Yes。然后他现在就帮我在抓了，然后在这里嘞就会出现 layer。再一次的说，这个看起来像不像 Photoshop？All right，你知道它是来真的了。
OK， 好，所以我可以先 solo， 哦，不要红色了，太恐怖了，橘色。OK， 我们听一下这个 reverb reduction， 这是原来的声音，原来声音测试。OK， 这就是我刚刚所用的那个。OK， 好，那现在我再听另外一个。现在我就在 OK， 基本上我应该抓错了，对不起，不是 match source one， 我再抓一个进来，非常抱歉，对不起。Input audio as layer， 那我要抓另外进来的话，那我就要用 input audio as layer，OK， 所以我抓那个 audio， 它会进入到这里，变成另外一个层次，所以我这边就点它，然后我要用的是这个，打开它，然后我这边再听一下，好不好？这边改成蓝色 ，OK， 酷吧 ？OK， 好，那这个我就先 solo。单独听这个。录音室里面的话，我使用了 Ambient Match。OK， 所以这是在录音室里面所录的，所以这个反而是我要让它达成像这个样子。这是原来的声音。OK， 那是因为在录音室里面所录的，如果我们还要去听它的那个，如果我们要听它的那个 reverb， 然后用那个Nuendo 里面 reverb plugin， 就是它的效果去模拟出来跟它是一样的话，是可以，没有说不行。OK， 这是原来的声音，没有说不行，只是你要花很多时间。OK， 好，你要去模拟、去try、去调一些数据。OK， 所以你看哈，我现在就要把这个，我现在准备要让他来帮我做这个动作，让他去变魔术。OK， 好，我们来看看到底 Future AI 有多么的恐怖。所以来这个我们就到 Process， 然后到 Reverb Match。OK， 所以这边 Reverb Match 又出现同样的东西，就是这边只是换了另外一个字眼。这边说 Register Reverb，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把它的空间声记录下来，然后我要把它传送到另外一个没有空间声的那一句话。OK， 所以你看哈，我就直接记得要这样圈起来，把这个范围弄出来，然后嘞，我直接点 Register Reverb。Well， 你看这边就出现了 So cool。OK， 你不要去按 Apply 哦，因为按 Apply 的话，你只是在增加它。OK， 好，因为我们要点到另外一个，我们再按 Apply， 所以一样我把它拉到这边来 ，Solo 关掉。不过我们可以再听一下，这是原来的声音，原来声音。OK， 好，那这边我们就按 Solo 把它关掉，然后我再按这个 Solo 去听到这个声音。这里面的话，OK， 所以你听到这边是没有 Reverb， 好嘞，所以这个我就把它范围拉出来，该是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候。所以你看我按 Apply 哦 ，Apply。Well， 你看改变了。来，我们听一下那是什么感觉？录音室里面的话，我使用了 Ambient Match。哇哦，然后我们再听一下这个，这是原来的声音，原来声音测试1声，很酷吧？酷到爆！他把他的那个 reverb 把这里的 OK， 把这个 reverb 把它加到这里啊。OK， 好，我用颜色好了，橘色的空间把它复制到蓝色的这句话，所以让蓝色有跟，就是让蓝色，我到底在说什么？它让蓝色这句话。OK， 好，就是有橘色里面的空间声。OK，好啦，我知道啦，我文法有问题啦。
I'm so sorry about that. All right， 所以但是问题是这两个还是听起来不太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这个是在录音室里面录的，即使它加上了 reverb， 让它听起来像那个橘色的，但是它的声音音质却不像橘色的。它是比较饱满，跟橘色比起来，所以你看呢、我们听一次，这是原来的声音。OK， 这是橘色的哦，我们听一下这个，录音室里面的话，有没有听到？录音室里面的话，有没有听到那个会有那个低频在那里面？OK， 所以这个要用接下来这个超酷的功能叫什么来？叫做 EQ Match。All right。谢谢你 Reverb Match， 可以把它关掉，然后 Process， 然后 EQ Match，Awesome。All right， 所以一样照样，我们就回到橘色这个地方按 Solo， 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我拉大范围一整个好了，然后呢，我就要 Register 这个 EQ，Register 它的音质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 Register。Boom， 有没有看到这边 ？Well， 一样哦，不要按 Apply 哦。好，然后我们再到这里，这里 ，OK， 好，我要去让它能够听起来像橘色的，好来哈，准备按 Apply 咯 Very cool，Let's do it。Oh no writable，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点到。你现在出了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就跟那个什么那个 Photoshop 一样，我要 apply 在蓝色的，但问题来了，我的橘色现在是被选的，所以即使我这边只看到是蓝色的，但是主要现在是有在动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橘色的，所以我要怎么样去点这个蓝色的？要确保我要点到那个我要改变的那个层次，所以我就直接按 Apply。哇，有没有看到它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好嘞，我们来听一下那个感觉 ，OK？ 好，录音室里面的话，我使用了 Ambient Match。好，我们再听这个，这是原来的声音，原来声音测试，一起听，测试一二三，就应该有听到一些空间声听起来一样的。有没有听到？这两个借由这个那个 EQ Match 跟 Reverb Match， 我就把这两个就是弄得几乎是一模一样了，这个超酷到爆 ，OK？ 任何做声音后置的，其实我们都已经被这个烦得很惨，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终于有这个东西可以好好的协助到我们，可以说把这个这些工作轻松的把它做到，超酷的。All right， 所以最后一个要秀给你们看的就是所谓的 Ambient Match，OK？Ambient Match， 我先把这关掉。Nope。然后我就到你文斗，对不起，我的桌面超乱的。OK， 好，我就到你文斗12。OK， 你文斗12，然后嘞，我这边就在等他，等待他。OK， 好了，不要乱来了。所以你文斗12开启之后嘞，然后我这边就直接点 Spectral Layer， 我所准备的，然后嘞按 Open Sesame。OK， 好，芝麻开门。好，现在来了，我就直接去抓两个 ，OK， 两个声音进去，就是这两个，录音者 OK， 所以我们听一下这个部分，我先把这个跟这个拉大，然后我要改不一样的颜色，所以我们会看得比较清楚。这一样照样我用橘色。然后嘞，这个一样，我照样用蓝色。OK， 好，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橘色的背景声弄到蓝色上面，因为蓝色我们刚刚有听过了，它是在录音室里面所录的。录音室里面，然后这个是现场声音里面，那当然，录音室里面 ，OK， 所以当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嘞，就变成说是我们得要，以前的我们是这样子做，你看哈，我这边先建立，我先建立一个轨道 ，OK， 然后我这边就AMB，OK，Ambience。好，然后嘞，我就要找出这个 ambience 有没有干净、没有受到影响的 ambience，然后我 copy 它，然后Control C，然后就在这边直接我要点这个轨道，然后 Control V 贴上去，然后 Control V 贴上去，把这个 copy 起来 ，Control V。然后贴上去，然后把这个 copy 起来 ，Control C， 然后再来 Control V，OK， 好，因为重点就是我希望能够听到这个在录音室里面录的声音是有这个杂声的 ，OK， 有这个现场声，哦，不是杂声，对不起。然后我就按 play。录音室里面的话，我使用了 NBM，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那如果这个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Yeah, we can do that, no problem，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就快速就弄掉了。OK，so cool， 来咯。如果这是走30分钟呢，你怎么办？是不是也是一样，就是要这样做 ？OK，copy and paste，copy and paste。And copy and paste. Let's not do that, all right? 有 spectral layer 时 ，Why would we want to do that? OK？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 ？Of course not.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要好好的秀给你们看了。OK？ 所以你看哦，一开始我要先做的事情就是先到这边来铅笔 ，OK？ 或笔 ，OK？ 好，然后我们要画出一个这个。出来 ，OK， 那这个实际上是我是拿它来做什么嘞？其实我是拿它来作为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在测时间用的，就是来看到底这边到这边的时间是多长 ，OK，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没办法把东西拉到一开始可以看得到，所以如果说我要测，假如我要测这边到这边好了。从这边到这边好了，我在干嘛 ？OK， 我要测这边到这边是多少？你看我会这样做，我会点它，选这个 event inquiet，OK， 然后我按 P， 然后我再拉到这边来，然后我这边点2下，然后我就会知道从这边到这边，这边有 length， 有没有看到这边 length 上面写着9秒23个，这是我拿来去测这个到底去知道时间到底有多长。所以 anyway， 我这边就把它删掉 ，OK， 不如 undo， 回到这边来 ，OK， 但是因为这个不能算是音讯音快。什么是音讯音快？就跟它是一样。然后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条线？这边是没有的 ，OK。好，所以我们要让它变成是跟它一样的，所以你看我点它，然后到 Edit，Render in Place，Render with Current Setting， 然后你们看到这边有一条线，这边有一条线 ，OK， 因为要把它弄成音讯音快，我才有办法可以把这个丢进去 ，OK， 啊，把这个丢进去，所以我把这删掉，我把这一轨都删掉，我记得是 Shift 加 DL。巴拉冰巴拉蹦，我记对了。然后嘞，你看哈，这个我先把它先删掉好了 ，OK。然后我这边把它拉回来，哦。所以你看我点它，然后再点它 ，OK。这2个选起来之后，我按住 Control， 按右键到 Extension 这个地方来，然后我就到 Spectral Layers， 然后点到这边嘞，就应该会有个视窗跳出来，就是这个巴拉冰巴拉蹦。OK， 好，所以我要把橘色的
变到这边来，所以你看哈，我可以做什么嘞？就是来，我们听一下这个部分啊，我可以放大，跳出来 ，OK， 好，我要的是你看哈，我要的是这个声音，我这边选好了，不是选它哦，选这个就是那个我那个就是现场声音在这里，所以我把这个先选起来，然后嘞 process， 抱歉，一直在打嗝 ，OK，ambience match， 然后你们看到这边又出现了 register ambience， 所以这边我就点它。哇哦，你看他把它记下来了 ，OK。然后这个嘞，我们先拉到旁边去。那我要用哪里嘞？我是要用这里 AMB，OK。我要用这个 AMB，然后嘞，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 apply。OK，apply 之后嘞，我先把这个先往下放，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声音，这个哦，听一下。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都已经烙印在这个里面，超酷的吧？所以你看到就这样子。然后嘞，我要调整它的话，OK，我可以先跟他说拜拜了。我要调整它的话，我就这样子，你看到，你看它这个，等一下哦，这个把它拉到这边来，它不要 double 上去，要不然会听到这个声音。你听一下，像你听一下，会是听起来一样的。有没有听到突然间噗那个背景声变得大了？所以其实我要做的是这样子，你看到这边来，然后做个那个淡出，然后嘞，然后这边做个淡入，还不够 smooth， 拉过来一样的。OK， 好，然后我再把它放进去，一样的。录音室里面的话，我使用了 OK， 好，那其实我跟你讲，我是要这样做，你看哈，录音室里面的话 ，OK， 我把它放进去这里面，然后这边我实际上是有改一些字哦，所以你听这个，加上了 ambient match，OK， 然后这边。使用了 ambient match，OK， 加上了 ambient match 跟使用了 ambient match， 然后我把它除掉，这个我不要了，因为我有这个，然后呢，我把这拉过来，一样照样做淡出、淡入，然后就这样子跑。如果我是在录音室里面，那当然，录音室里面的话，我使用了 ambient match， 就应该，所以你听到了哈，这个基本上就是把它接上去啦。是在录音室里面，那当然，录音室里面的话，然后最后嘞，这个再把它这里面的 EQ 啊，或者是 Reverb， 去利用那个 Reverb Match 跟 EQ Match 我刚刚所讲的，然后你就把它弄的是一样的东西。这个通常我们在处理人声呢，我先说一下，我们做声音后置，你会认为我们处理很多是在于配乐剪辑，或者是配乐，或者是音效。No， 我们要处理都是人声，人声要处理完之后，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后续该要加什么样的东西上去，要加什么样子的音效，是不是我们这边需要加环境声，这边是不是需要加一些配乐去盖住没有处理好的人声，有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OK， 所以今天就是带给你们，让你们大概知道一下 Spectral Layer Pro 10。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OK，so cool。那当然，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之前的 Unmix， 就是 Spectral Layer 10 Pro Unmix 的话，拜托你一定要去看一下，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未来的 AI。你看，光是
Pro 10可以做到这种地步的话，你可以想象接下来的版本吗？OK，All right，所以呢，如果喜欢我今天所做的影片呢，嘿，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给我一些加油。Yes, I do. I need you 加油。All right，然后嘞，也顺便，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OK。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们，OK。为什么老是说我们呢？那是因为我还有恩光老师，OK。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来喽。你看，我们有花到1个小时，so cool。所以在短短的，我看一下，40几分钟。你就已经学到了很多人都想要很多声音后置想要试的东西，so cool，all right，所以 peace out。